宜机场是大家熟知的新加坡名片之一，它不仅是全球最佳机场之一，还对城市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。但你知道吗？它的影响还包括限制机场周边建筑物的高度，这里的楼房过去最多只能有15层，这源于一项航空安全条例。按照国际民航标准，民用机场跑道周围的建筑物高度会受到严格控制，这样一来，飞机能在起飞和降落时拥有足够的空域，没有任何安全隐患。而在樟宜机场的半径4公里范围内，这些建筑物的高度被限制在45米，也就是差不多只有15层高。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来说，这限制其实很致命。我们是一个土地有限的小国，人口不断增长，而建筑不断向上发展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解决方案。然而，这个限高规定却将樟宜机场周边的潜力牢牢锁住。但是，这一切的僵局在最近终于被打破。新加坡民航局带来了重大修订，让机场周围的建筑可以长高。而这背后的故事可不只是简单的一纸文件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新规的具体变化，以及它对城市的影响。相信你会感到惊讶。就在8月5日，新加坡民航局正式宣布了机场周边建筑限高条例的修订。这一修订让住宅楼的最高高度可以额外增加15层，工业和商业楼也能多出最多9层。这可不是一个小变化，它意味着更广阔的开发潜力和更加现代化的城市布局。根据修改后的标准，比如樟宜机场附近多个住宅区，原本的楼高限制由45米提高到60米，甚至更多。这种变化带来了无数可能，从更高的住宅到更密集的商业建筑，机场周围的天际线不再是有限的。新加坡的城市发展进入了新高度。不过，这个转折并非简单做出决定就能实现，它的落地过程涉及全球规则的重塑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说到这项修订背后的故事，如何从一个小国的新加坡主导了全球航空规则的改变。实际上，从上世纪50年代起，全球机场的限高标准一直沿用旧的障碍无限制面原则。新加坡早在2017年就靠前站出来，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，旧标准已经跟不上现代航空技术的发展，需要重新定义。而新加坡也成为修订工作小组的主导者。在修订小组中，新加坡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，联合全球193个成员国，为限制标准找到更科学、更高效的适应机制，甚至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共同担任领导。这项修订经过10年的研讨与测试，终于在2025年3月取得一致通过，并于8月4日正式生效国际。这项修订最大的挑战不仅是技术问题，更是如何说服众多国家打破固有思维，说服他们相信从飞行导航到建筑安全，新的标准能带来平衡发展。而说到技术，这项修订能成功落地，也是因为现代技术的突破。为了支持建筑高度的大幅提升，新加坡团队通过数据驱动方法，结合现代化导航技术，比如飞机的精确降落系统，增强的空域运作效率。这些技术不仅保证了飞行安全，也让机场周围更多的开发成为可能。最终，在国际民航组织中，修订版的机场障碍物限制面标准成功通过。这项全球规则由我们的国家新加坡主导，意味着航空科技与城市发展的一个新时代。那么，这项修订对新加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它的未来影响。这项修订对全球航空安全和城市规划有重大意义，但对新加坡来说尤为特殊。从住宅楼到工业园区，它释放了机场周边巨大的开发潜力。想象一下，这些以前因为限高而无法优化的土地，如今能够实现无数的可能。这不仅仅是新加坡的胜利，也是一种智慧的验证。在未来的几年，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更高的建筑、更密集的城市核心，甚至一个更新、更强大的机场周围经济圈。这项修订是一个迈向更高、更远的时代，航空科技与城市规划正在实现新的融合。如果你和我一样，对这些故事和未来的变化感到好奇，那就赶快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这场探索之旅。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你觉得这些高楼的提升
会对新加坡未来有什么影响呢？我们期待你的观点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一起讨论吧。